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家政临床心理师 Kate Land，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是社交焦虑症。你会发现，想要在跟人家说话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特别的紧张，甚至会不想要跟任何人说话，或者是呢，只要到公开场合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非常容易紧张发抖，然后觉得不自觉的一直在担心自己会不会出糗。那也会因为这样子的担心呢，导致自己一点都不想要出门，一点都不想要到公共场所，一点都不想要有任何机会对着你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你可以试着看看自己是不是患得了社交焦虑症的部分哦。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讨论这个吧。首先在我们开始之前一样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哦。你知道吗？在美国呢，其实有将近1500万的人是有社交焦虑症的。也就是说呢，在美国当中呢，有12%的成人是有被诊断或者是患有社交焦虑症，所以这个几率其实是非常的高。这是在所有焦虑症当中第二个最常被诊断的一个焦虑症的症状，所以呢，其实还蛮值得大家注意的一个部分。在过去呢，其实比较多人用的是社交恐惧，那但是在 DSM-5 出来之后呢，它其实是要把它改成社交焦虑。那一样的，我们上次有提到新的手册出来了，最新的手册呢，其实是直接把社交恐惧这个词直接拿掉，所以我们只用社交焦虑症，而不是恐惧症，这里头是有一些差别的，所以希望大家用词上面可能可以注意一下。那所谓的社交焦虑症的人呢，会有哪些症状呢？例如说呢，他们会持续不断的，而且非常极度的害怕、担心、焦虑，过于就是对于一些社交的一些特定的一些社交场合感到害怕。例如说呢，他们会觉得自己会被品头问足啦，又或者是觉得自己做什么事情都会慌慌张张的，因为可能会很丢脸，让自己很出糗，所以呢，会因此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会非常的紧张，然后胆战心惊的。那这就是可能会导致他们在连出门都不太想的一个状态，那这就是跟我们所谓的常见的一个社交焦虑症是有关联的一个部分。那社交焦虑症的人呢，通常他们比较难会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交活动，那有的时候会更严重的话，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或者是他们的工作，甚至他们的学业。很多人其实他们都会觉得非常的气馁，也感觉到非常的沮丧，但是呢，也是没有办法，因为就是他们会一直因为太多的焦虑而必须要去逃避。记得我们在之前的一个影片有提到过了，就是我们的焦虑会有一个它的循环。那其实在有社交焦虑的人，在他们身上最容易发现这样子一个循环，就是对于社交的部分会感到恐惧，所以他们就会逃避，逃避之后他们就会觉得感觉比较好。但是越是如此呢，他们对于相对任何社交的事情都会感到特别的紧张跟害怕。我们今天可能就要跟大家讨论一下社交焦虑症造成的原因有哪一些呢？一般来说，我们知道的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第一，他们的个性比较害羞，也比较胆小一点，所以他们在跟人家相处的过程当中比较容易退缩。那很多人呢，可能是遇到了一些比较尴尬的状况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天生个性比较害羞胆小，慢慢就会越来越退缩。那另外一种呢，我们在临床上也还蛮常见的呢，就是过去曾经有非常不太开心的一些经验，那可能因为觉得过去曾经出糗过，或者是曾经被批评过，觉得自己被人家羞辱了，所以就会对于像这样子的一个场合感到特别的害怕，然后就会不断的畏缩逃避。如果家里的人呢有社交焦虑症的话呢，通常孩子会有社交焦虑的几率也会比较大。那
第4种呢，我们在临床上面也有看到，父母是过度保护跟控制的时候呢，会让孩子觉得自己不知道可以怎么做，会绑手绑脚的，然后觉得很害怕自己会被念，会被骂，会觉得自己做错，会因此而导致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社交的焦虑的一个行为产生。那这个是社交焦虑的一个成因。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患有社交焦虑症的人，他们在情绪上会有哪一些症状。那这些人呢，通常会经验到就是一个极度的害怕，很害怕跟陌生人相处，然后呢也会害怕任何可能会被人家评论的一个场面，然后会非常担心自己会尴尬出糗，然后觉得别人也会很害怕别人会不会看见他们的那种焦虑不安的状态，然后很焦虑的情绪呢，会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甚至在说话的时候会口急，或者是会讲话的那个逻辑前后倒过来，顺序不太对，或者是觉得自己讲话想的东西很快，但是只讲出2、3字，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他们都会尽量避免成为焦点的那种场合，例如说可能像毕业典礼啦，你可能必须要上台领奖啊，连这种小小的事情他们都会觉得还是不要比较好。那像这样子的有社交焦虑症的人呢，其实他们在生理上有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例如说呢，常常会容易觉得脸红，只要他跟人家说话，甚至来到心理治疗室跟心理师说话的时候，也会时不时会脸红，然后会很容易流汗，然后他们也会很容易就是手会发抖啊，或者是声音发抖啊，或者是觉得恶心啊、胃痛啊、讲话不顺，或者是像我刚才说的口疾，又或者是心跳非常非常的快，那甚至手脚发冷之类的，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身体的一个状况。那也很多都会有那种口干舌燥的感觉，就是因为当我们紧张的时候，就是比较容易会口干的那种感觉。社交焦虑症我们刚才有提到，其实有一个部分呢是跟他们的遗传有关，所以呢有一些人呢，其实家里如果有社交恐惧或者是社交焦虑症的家长的话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呢孩子们有蛮高的几率是会有社交焦虑的，但是不代表一定会。那有些人呢，其实是觉得孩子会有这样子一个社交焦虑，是因为来自于观察、学习，看见父母亲不喜欢跟别人相处，而且对于社交这样子的场合充满了极度的焦虑，所以他们学会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他们也学会了就是对于社交感到害怕。那我们在社交焦虑这个部分呢，科学家里头发现，社交焦虑症的他们的大脑，其实他们传导物质是会有失衡的一个状态，多巴胺比一般人来的少的部分，所以呢，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多巴胺比较少，导致他们在跟人社交的时候比较容易感觉到焦虑紧张。那也有可能呢，是因为他们的杏仁核呢，我们的所谓的杏仁核就是负责调节我们恐惧啊情绪的部分，它是我们情绪中心。那有些研究呢就发现呢，社交焦虑症的人，他们的脑部的杏仁核呢是非常的活跃的。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呢，就会造成他们的焦虑，所以他们比一般人来的容易激发恐惧的那种感觉，或者是害怕的感觉。那也因此呢，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恐惧的一个反应。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讨论社交焦虑症它的治疗方式有哪一些。当然，首先有些人一样的，如果说你是因为知道自己脑内的 chemical balance 是一个失衡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那可能就会需要靠药物治疗。那药物治疗的方式呢，就会靠例如说像 SSRI 就是血清素的调节，又或者是呢脑肾上腺素的调节，就是 SNRI 这2种呢来调节我们的血清素跟我们的多巴胺，然后还有让我们的就是大脑能够比较放松一点。那这是药物的部分。那另外呢，在我们心理治疗方面的话呢，我们比较多会做的是认知行为治疗。为什么会是认知行为治疗？因为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很多时候社交焦虑症是有的时候是学习来的，
那有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这样子不断的逃避，这样子恶性循环而不断增强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认知，也就是改变我们的想法和行为，改变我们的行为，面对一件事情，因应一段事情的一个行为，那我们就可以去改变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感受。例如说呢，我们可能会在过程当中教大家利用阶段式的方式，一一的列出让自己感觉到害怕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从最小的事情开始，然后一次一次的去挑战自己，并且我们会教大家的是如何去应对，还有如何去挑战自己。挑战自己之前可以做什么？挑战自己的过程当中可以做些什么？挑战自己之后可以做些什么？让自己能够练习跨出自己的舒适圈，挑战自己的害怕，然后在那过程当中又发现其实自己是可以做得到的。那这样子我们就一次一次的去克服自己的害怕。那这个是认知行为治疗来帮助患有社交焦虑症的朋友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介绍到这里了。不知道你对于自己或者是身边有没有多一点的这样子的认识呢？又或者是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自己或者是其他人有帮助吗？如果有的话，麻烦帮我们按赞跟分享出去哦。那如果你有什么其他问题或者是相关的经验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们哦。我们下次见了，拜拜。